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一处世外桃源。看这边有2、3块稻田，此刻呢已经是插上了秧苗。据说啊，在我的背后，从这边走过去将近100米左右，有一处别人不要的民宿。刚刚是进入村子的时候，这边当地人告诉我说的，以前这边刚开民宿的时候，生意还挺好的，但是邻里之间呢，有些处理不好的关系。开了民宿之后，别人可能就眼红了，然后呢就把他的路给堵了，所以现在民宿已经是完全的荒废，不再经营，因为没有了路嘛。看这边以前都是有条路可以开车进去的，现在呢别人把这个田埂一修，把路一填，车子呢已经没办法进去了，只能步行走进去。整个这个路呢将近也就1米多宽，做了水泥的硬化。车子是完全没有办法开进来的，只能步行哦。很可惜，当年如果是处理得好，邻里关系好一点的话，这条路不堵，这个民宿可能生意依然是挺好的。原本这条路还是挺宽的，这边就是路基的位置，看那边田埂就窄了许多。看这边的路基到这里，然后到这里，将近是有3米多，接近4米左右，开一般的小车进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整个路面呢都做好了水泥的硬化，只是上面呢铺满了落叶。这个民宿靠近紫霞湖边，3面环水，环境是特别好的。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了。村里面的老乡告诉我说，这处地方已经10多年没有经营了。看，这是刚刚走过来的路，以前这边是可以开车进来的，现在两边都长了很多这个灌木丛杂草了。整个民宿呢，现在已经是完全被杂草给覆盖了。这是一个院子，以前也是停车的区域，底下铺的是青石板。看这个杂草，虽然铺了板子，但依然是长得很高啊，比人都还高。整个民宿呢，就是沿着紫霞湖边而建，下方呢就是紫霞湖。总共呢，这边是有6个房间左右，那边呢是一个厨房，底下呢还有个烧烤的区域。整个场地呢，大概占地面积有不到2亩吧。反正以前刚开业的时候，生意呢还是挺好的。但是这户主人家呢，因为是在他们家的地方修建的民宿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自己赚钱肯定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去赚，辛苦的付出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当地的邻居他就没有处理好关系，别人就说，如果你这个民宿发展的很好的话，你走了我们的路，是不是要给一点这个费用？当时呢，他就觉得，反正我民宿开得很好，反正别人要进来，我就不需要给钱，不想意思呢，也就不想给别人钱吧。所以呢，双方就发生了矛盾。然后呢，那1、2户人家呢就把路给堵着了，所以以后整个民宿呢就没有再去经营，就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。如果当时把这个关系处理得好，那适当的补点费用的话，这条路依然是开通着的，那别人进来也方便了许多，肯定这个民宿呢只会生意越来越好，因为这样的环境确实很难得，很难再去找这样的一处地方。通过航拍的镜头，我们确实可以发现，民宿呢下方就是紫霞湖边，这边可玩性的东西是很高的，在这里呢可以带着一家人在这边，吃饭、露营、喝茶、打打牌，然后带着孩子在这边烧烤，然后大人呢可以到这个紫霞湖边去钓钓鱼，真的挺好的。而且这边距离县城呢也没有多远，也就12、3公里左右，距离镇上呢也有3公里。其实这一段路走到进村的马路接近是有500多米，这段路如果是只要有哪一个地方堵住的话，是完全没办法进来的。开民宿呢不通路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通了路之后，一切就变得容易多了。那现在我们就近距离带大家来看一下民宿大概的样子。
民宿的主体从外观看过去应该是实木结构的，现在房门不知道能不能推得开。这个房门没有锁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将近有30个平方左右，铺的是木地板，吊顶呢也是实木的桑拿板，包括墙壁都是的。窗户呢留得很大，地上呢有一些生活物品，这个应该是空调的挂机，已经被拆除了。房子的设施还是挺不错的，尤其这个主体基本上打扫一下卫生，是可以直接重新拎包入住，或者重新继续来做民宿的。那我们继续走到下一个房间来看一下。民宿所有的房子都有单独的房间，也有单独的房门。看这一间很宽，将近是有4到50个平方左右，这是一个转角的位置。民宿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啊，甚是可惜。底下有些扑克牌，那边有些椅子，上面呢装的有灯具。站在这个窗户的位置，可以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。这样的一处地方确实非常的可惜啊！如果通车，我相信现在应该还是很热闹的。基本上每个房间都可以进去，这间啥也没有。它这个应该是钢架结构搭建的基础，上面呢再建的房子。房子倒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年久失修啊，没人在这边管理，好多地方还是有点损坏了。上面应该也是空调的挂机，也被别人拆走了，窗户都留得非常大。整个这个墙呢是比较复古的那种，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尤其这个墙板呢是用那种杉木拼接的，看起来很有这个层次感。没有通电了。再过去还有一间，这一间也比较宽，40-50个平方左右。这个玻璃全部都烂掉了，底下就是紫霞湖，看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在这边钓鱼啊很好，鱼情也是特别不错。对面呢是寨子，应该是苗寨，大部分现在都是砖房了，木房子是越来越少了。房子的主体还挺好的，很牢固，基本上没有漏雨的迹象。但是这些像灯笼啊，需要换一下，门前的杂草除一下，有些玻璃换一下，像这个玻璃都烂了，换一下玻璃，这些重新打磨上一下油漆，整个民宿的房子就可以全部给利用起来了。我觉得现在虽然不通了路，但如果有那么2-3户人结伴一起的话，可以把它给盘下来，大概一个人分个2间左右，然后在这边走小路径呢，也就400-500米，在这边居住养老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要做经营的话，没有通路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这旁边呢还有一间厨房，我们走过去看能不能走到里面。厨房的外面也都是长满了杂草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房门已经上了锁，只能透过这个窗户来看一下里面大概的情况。这里有个吧台，
以前吃饭的时候在这里点菜结账，那边就是厨房的位置了。整个这一间呢有70-80个平方，有柴火灶，还挺宽的。这栋房子是砖结构的，窗户呢是用实木做的，也是非常的牢固，基础都做得很好。厨房的窗户之上现在也都爬满了这个藤类的植物。这边就是灶台的位置，2口柴火灶，墙面呢裂开了。太可惜了，这样的一处地方啊，不加以好好的利用，真的荒废在这边，很大的一个损失。可以看到那边房子的基础搭的是水泥墩子，然后在上面搭建了钢架结构再建的木房子。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有500多米，到了夏天也是挺凉快的。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靠近紫霞湖边，钓鱼非常方便。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屋顶的上方盖的应该是蓝颜色的这个铁皮瓦。这个瓦片时间久，不知道会不会生锈啊？我觉得这样的木房子如果盖成那种仿稻草的，应该是比较好看一些，和大自然呢应该是更接近一些。底下呢还有个烧烤的棚子，我们走下去看一看。这边就是一个烧烤的区域了，用钢架结构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棚子，将近有70-80个平方左右，挺不错的，很凉快。那边呢用竹子做了一个围栏。其实以前把这边杂草除干净的话，都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。这个地方最吸引人的还有旁边这里有条小水渠，常年这样子流着水，水还挺干净的。这样的一处地方被邻居堵了路，大家觉得是这个房主的原因，还是邻居的原因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换作是你的话，你愿意花点钱把这个路修通吗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